这2天你们先休息，过些天就让洋洋跟着我们一起上山挖野草样。当然，你们愿意去也可以，争取多囤些东西，好过冬。对了，村长爷爷说，你们可以选一块地出来开荒，种些粮食，这样就有保障啦。小四姐，你要去哪里？我答应了送礼，去看看他的弟弟妹妹。乔洋洋看着乔小四和乔春秋的身影引入黑暗，有些羡慕地说：我一定会跟小四姐好好学功夫，挖草药，以后当一个大地主。乔小四兄妹到了宋李家，宋李早就已经在门外不知等了多久。小四，你们来了，怎么没拿一支火把？我们都已经习惯了，不需要火把。宋李将他们带进屋，乔小四看了看床上的两人这会儿都是满脸通红，昏迷不醒，很显然是发烧了。小四，可有办法？放心吧，有办法。宋大哥，你去烧些热水端来，给他们把伤口擦洗一下，记得要在里面放些盐，那样能够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。哪知宋李却有些犹豫。怎么，家里没水吗？不是，家里没盐了。这样啊，没关系，那你去烧些热水给他们先擦洗擦洗，我这里有药，一会儿就用这药给他们洗伤口，也是一样的。那会不会太浪费了？要不我去借些回来？不用。等宋李去烧水的时候，他也没背着宋达和宋奶奶，从怀里掏出1包药，这是他刚才用意念在空间里面准备的。宋大哥，这里面是药水，你一天给他们擦个3、4次，没了再去我那里拿。宋李非常感激的点头，没多久2人就退烧了。很显然他的药很管用。现在天气闷热，你们尽量把窗户打开，让屋子里透风。还有他们的衣服尽量穿单薄些，把伤口露出来，有利于恢复。给宋水他们看完后，乔小四并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问宋李：可以跟我说说这件事情是怎么解决的吗？乔千石县衙里有人被他给买通了，根本就不接收我们的案子，还一个劲儿地把我们朝外赶。那他们家就没有说赔偿的事？赔了。赔了多少？100个铜板，我没收，全扔他们脸上了。100个铜板，我没收，全扔他们脸上了。啥？100个铜板？那能干啥？你们伤的可是2个人，而且现在这情况很不好。我知道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只给100文，还说已经赔偿了，即便去县衙告他们，也说告不到。那村长爷爷没说啥吗？能说啥呀？他也从中调解，想乔屠户多拿些银子出来，想把小水和小叔的命保住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乔屠户2口子就咬定只给这么多，还闹得几个医馆都不收，怕惹上麻烦。说白了，还是欺负我们是外姓人，没有靠山。简直岂有此理！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收拾收拾。对，收拾，把他们家的大狗打死了，炖狗肉汤吃。闻言，乔小四眼睛一亮：不行不行，那狗可厉害了，而且他们家还有1条母狗，也是很大，还是不要去招惹的好。放心吧，我只是想想而已，没想着去杀狗。那是现在没想，以后就说不定了。离开宋李家路上，小四，咱们去把乔屠户家的狗给打死了吧，免得总祸害村里人。这件事情先不急，咱们再等等。明天他还要去山上猎野猪，得回去早点休息。回去的时候，乔夏和柳氏都在家里。啊，你们都回来了，没留在那里陪他们吗？二伯母说不用陪着，他们不害怕。他现在不是二伯母了。对，以后别叫他二伯母。那叫啥呀？就叫江姨吧。你们早点休息，今晚我去他们那边睡，明天早点起来，咱们上山打野猪。什么？又要去打野猪？小四，真的可以上山打野猪？你是不是害怕？要是害怕的话就别去了，在家里看家。谁说我害怕了？我只是有些惊讶而已。咱们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啊？早点准备，免得明天来不及。不用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今晚你们好好休息，明天咱们早点上山。我带你们见一个人，
今晚你们好好休息，明天咱们早点上山。我带你们见一个人。见谁？谁还要跟我们一起上山？到了你们就知道了。赶快睡吧，我先去他们那边了。看到乔小四来了，姜氏有些惊讶。小四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过来干嘛？怎么不早点回去休息啊？我来陪你们。第一次住这山脚下，肯定有些害怕吧？姜氏眼神闪了闪，其实刚才他们是真的害怕。快睡吧，明天再起来收拾。小四姐，我们明天干啥？可以上山吗？别，你们哪里都别去，就在家里待着。可是咱们想上山挖些野菜，还有挖草药，到时候好拿去卖。你们忘了，你们现在可是得了病的，不能到处乱走。我们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里待着。放心，饿不着你们的，快睡吧。有了乔小四的陪伴，姜氏他们这一晚睡得很沉。乔小四他们上了山，寻了个时机把楚伯康也带出了空间。一出来，楚伯康就把给乔小四准备的弯刀给了他。你怎么不扯你的头发，老扯我的干嘛呀？乔小四眨了眨眼，很想说我的是假发，一扯就掉了。你以为我傻呀？扯头发不痛吗？这点疼你都受不了了？能少痛一点，那肯定是少痛一点啊！谁会没事找虐？楚伯康又拿出3把匕首，这3把匕首要普通一些，等以后有好的，我再给你留着。这是给我娘他们的吗？希望他们不要嫌弃啊。不嫌弃，不嫌弃，我替他们谢谢你啦。柳氏他们看到楚伯康时都惊讶了。小四，他是谁啊？哪里来的？是山上的猎户吗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先回答哪一个？算了，现在也不是问这个的时候。他这人可靠不？当然可靠。那他会武功吗？你们看他这个样子，像不会武功的吗？乔夏回头看了看楚伯康，他怎么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？我听别人讲，戏文里穿黑色衣服的人一般都是干坏事的，他不会就是干坏事的吧？放心吧，他不是干坏事的。不过你别问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，你就当他是个猎户吧。柳氏上下左右把楚伯康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看得楚伯康脸都红了。你这一身的肌肉是怎么练成的？感觉好有力气啊！他不知道要怎么回答，而且面前这个一直看他的人应该是小四的娘，他不敢得罪。伯母好，我是小四朋友，我姓楚，你们可以叫我楚大。楚大，你真好看，要是我儿子就好了。当儿子是不行的，要不我当你女婿吧。夏夏，小四，咱们快走吧，再耽搁下去天都黑了。收拾好心情，一路往野猪的老巢而去。快要到地方的时候，乔小四让大家都小心点，别被野猪发现了。大家都脚步放轻，偷偷地摸了上去。今天怎么只有几十头？会不会有一部分出去找食了？我也这样猜想。你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是先行动，还是再等一会儿？你傻呀！趁着现在少，咱们赶紧下手。万一其他的野猪回来，咱们也没有3头6臂，怎么打得过？楚伯康表示赞同，于是几人开始偷偷的布陷阱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这一次很快就把渔网布置好了。就在乔小四搬开一个大石头的时候，眼睛落在一棵植物上，人参，居然是一颗人参。楚大哥，你帮我看着周围，我把这颗人参收了。还真是人参，小四，你的运气不错，看这叶子可能有100-200年了吧？乔小四点点头，从空间里拿出锄头就开挖。你就不怕把根须挖断了，卖不上价？不怕，这里的土质比较松软，我挖宽一些，伤不到它的根。很快，这颗有他2个拇指粗的人参被连根挖起，根须也很完整。看着野猪的方向，赶紧放到了空间里，还叮嘱小池不许打他人参主意。好心情的他又开始搬周围的石头。听说人参跟人一样，有点爱扎堆儿，他的运气很好。就在旁边不远处，又找到了2颗挨着的人参。乔小四本着好东西不能放过的原理，一起给收了。乔小四觉得有点古怪，
今天这些野猪怎么这么不警醒？刚这样一想，就传来一阵阵野猪的嚎叫声。来不及多想，赶紧让柳氏他们上树。他和楚伯康也各自爬上了一棵树。乔小四他们害怕把石头拱开，将里面的野猪放出来，拿起一块石头就朝一只野猪砸了过去。野猪当即被砸晕，倒在地上。可见乔小四的力道得用的有多大。见此情形，柳氏他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开始丢石头砸野猪。有的野猪被砸得头破血流，倒在地上不知死活。乔小四直接把大蟒蛇扔了出来。大蟒蛇早就等不及了，一出了尾巴就是一顿扫射，很快就倒下了一大半。剩余的十几头见情况不好，四处逃窜，眨眼间就不见了影子。几人没有耽搁，快速地把那些没有死的野猪补了一刀，全被乔小四扔进了空间里。地上除了留下血迹，不见一个野猪的影子。楚大哥，你是直接回去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家？咱做一顿好吃的犒劳犒劳自己。对，咱们今天猎了很多野猪，得好好的大吃一顿。行，那我就尝尝小四的手艺。几个人快速到了山下，回到家。二哥，你去把水桶拿过来，顺便把洋洋他们都叫来帮忙。乔春秋答应着去了。很快姜氏母女就过来了，看见楚伯康的时候都愣了一下。这位是我的朋友楚大哥。姜氏他们对着楚伯康点点头，赶忙去找活干了。在大家齐心协力下，这顿丰盛的下午饭便做好了。今天咱们就放纵一下，打打牙祭。你们也别客气，咱可不是每天都这么吃，就是想这么吃咱们也吃不起，所以就别客气了，动快吧，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。说完，率先夹了一个排骨，啃了一口。哇，好香啊！看来我的手艺还不错，可以去开个大酒楼啦。哪有你这么夸自己的，也不害臊。小四，这是啥东西啊？真好吃。还真是土豆，咱们外面种的就是这个。等你们开了荒地出来，我给你们一些种子，这个可以当主食，不怕饿肚子，而且时间短，产量高。小四，你说这土豆都有些什么作用啊？可以蒸着吃，煮着吃，做菜吃，还可以当成零食吃，不管怎么做都很好吃啊。对了，也可以做成这样的粉条吃。你的意思是这个可以当成主食来吃？你没吃过？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也没见过，更没吃过。正吃着，外面就传来一阵响动。别怕别怕，这条蛇不咬人的。小池刚要开口，就被乔小四打断。不许出声，要是引来其他人，你们就等着下锅吧。小池赶紧闭上嘴巴，眼神不善地盯着姜氏几人。我们快进去吃饭吧，一会儿冷了不好吃。小四，这要怎么办呢？不用管，他们一会儿就会离开的。乔小四对小池说：你们还是先离开吧，以后别再这样出现，要不然会吓到人。小池点头，跟着大蟒蛇上山了。小四姐你好厉害，他们还给你送野猪来。我帮过他们的忙，他们只不过是来感恩的罢了。对了，这件事情不要往外说，要不然会引起麻烦。乔洋洋点头，吃饱喝足，一个个都不想动。楚伯康要离开了，乔小四说去送送。两人趁着没人进了空间里。小四，咱们数数有多少头？来来回回数了2遍，123头。哦耶！我们太厉害了，居然猎到了这么多野猪，100多头，是我想都不敢想的。是啊，要不是有大蟒蛇帮忙，还有你用的药，哪会有这么多呀？唉，要是有迷药就好了，撒一把下去就能放倒一大片，说不定一个都跑不了，我们也不用这么辛苦。人不大，野心倒是不小啊，就这么多都已经出乎意料了，你居然还想要更多。别揉我头发，看都揉歪了。小四，可不可以都给我？放心，我会给你银子的，你卖到别处也是卖，卖给我也是卖，我就要这里的，你那边几只头我就不要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本来我是想留着冬天卖香肠的，既然你要，那就拿去吧，
大不了我就少做些去卖。香肠？什么是香肠？是一种吃食，很好吃，只有冬天才能做。乔小四很好心的给他解惑。对了，你们打仗时那些死了或者受伤的战马怎么处理的？自己的都埋了，敌军的都吃了，你怎么问起这个了？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我只是随便问问，马肉好不好吃？我还没有吃过呢。小四想吃，下次有我就给你留着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没啥不好意思的，反正吃不完也坏了，最后还不是就扔了。啥？扔啊？傻呀，那可是肉啊，肉怎么能扔了呢？冬天还可以冻起来，多吃一段时间，夏天就不行了，没2天就坏了，只能扔掉。还浪费，真是浪费！处理肉的法子有很多，怎么能扔掉呢？小四有什么办法？可否告诉我？你们可以把马肉切割成一条一条的，做成肉干，放上1-2年都不会坏。也可以用冰把这些肉冻上，想吃拿出来解冻也可以。还有，把这些肉都做成坛子肉，密封好，放上1-2年也不会坏掉。再不济，也可以拿出去卖呀。你们吃不完，其他人可以帮着吃啊。小四，你怎么这么多办法啊？还有那肉干怎么做？坛子肉怎么做？你可不可以教教我？可以啊，我把方子给你写下来，你拿回去自己琢磨吧。其实用冰冷冻这个办法比较简单，也不容易坏，解冻后跟新鲜的没啥区别。理是这么个理啊，可是这边的冬天的时候才有冰，储存到夏天根本不够用啊，哪还有多余的拿去冻肉啊？你们不会自己制作吗？这一下楚伯康是真的愣住了。冰还能自己做？怎么做？行了行了，我还要回去处理家里的事情，这些你就拿走吧，过2天你再进来，我把方子写给你。楚伯康点头，两人各自分开。乔小四出了空间，屋里已经收拾好，大家都围在一起看地上的2头大野猪。这哪来的大铁锅？好大呀，肯定花很多钱吧？刚才送楚大哥出去，他的朋友正好拿着几口大铁锅上山，便给了我一个。这么大一口铁锅放在家里不保险，万一乔老太又跑来拿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对，那老太婆太坏了，肯定还会来抢东西的。不怕，我一会儿给他焊灶上，他就是想取也取不走。你这2头野猪要怎么处理啊？这天气太热，到明天肯定会坏了。不怕，我有办法保存，保证明天拿到镇上去都不会臭。见他有办法，江氏他们就要回去了。江姨，你们别急，还有事情让你们帮忙呢。哎，好。他要做坛子肉，这样耐放。等把所有一切搞定，天都黑了。小四姐，你家哪来的这么多的坛子？看着跟镇上的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了，这些可都是于公子带来的。他干嘛给你们这么多坛子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拿来的。他家不会是专门卖坛子的吧？要不然哪来的这么多？娘，二哥，你们把这2坛给洋洋他们抱过去，这是给他们的，快去快回。一会儿你们再把这几坛给祖爷爷和村长他们送去，一人1坛。这1坛我再去给宋大哥，他可是帮了我们不少忙。剩下的2坛就我们留着自己吃。不行不行，我们不要，今天已经吃了那么多，还能带回去吗？乔小四没多说，给乔春秋使了个眼色。乔春秋和柳氏一人抱着1坛朝他们住的地方去，根本不给他们拒绝的机会。宋李家，他们的伤怎么样了？可好些了？好多了，谢谢你小四。谢啥？你不也帮了我们家很多？这里面是野猪肉，已经处理好了，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加热就行。不行不行，你帮了我们那么多，哪能要你的肉啊？我的肉可宝贵着呢，哪能给你？说着也不去管宋李是啥表情，没在这里多待就离开了。现在睡觉还有些早，乔小四就带着家人去了乔洋洋他们那里玩。小四姐，我们的病什么时候好啊？应该快了吧，这病得孙大夫来治才行。江姨，
西西姐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们现在都这样了，哪还有人上门提亲呢？不躲得远远的才怪。做人哪能一帆风顺？俗话说，有舍才有得，说不定会有更好的等着呢。西西姐，你想不想招上门女婿？我们这样的家庭，谁会来上门？其实我觉得你们家应该有一个男人，顶门立户才行，这样就不怕被人欺负了。还要一个厉害点，家里兄弟多点的，别人才不敢随便欺负。乔小四没有再说，这件事还是慢慢来吧。他一个现代来的，挣钱的办法多的是，不急在一时。第二天，乔小四一个人去了镇上。到了极品轩，李掌柜已经坐在柜台旁在盘账了。嗨，小四呀，你都好久没来我这儿了，今天怎么想起了？我这不是给你送野猪来了吗？嘿呀，今天这野猪可真够大的，费了不少功夫吧？那是，要不是我们人多，还真拿不下他们。还没吃饭吧？我也没吃呢。来来来，咱们一起。乔小四正好肚子饿了，也没有客气。李掌柜，你们咋把铁锅放到那里？不怕弄脏了？那铁锅坏了，不能用，有一个大洞。你们不要了，不要就给我吧。你要就拿去吧。哎，小四呀，要不我给你一口好的吧，这口已经坏了。对对对，我去给你拿口好的。啊，不用，我拿回去给我一个妹妹家用，他们刚净身出户，家里啥都没有，给个新的反而还招人惦记。这样啊，我这里还有好多要淘汰的，要不要我叫人给你清理出来？要，怎么能不要呢？正好我有架子车，带回去也很方便。那行，我给你准备好，你先去忙，一会儿来拿。说好后，乔小四直接去找了崔掌柜，拿出一颗最小的递给他。崔掌柜，你帮我看看，这个值多少银子啊？你这年份有点短，你要是卖的话，我给你一个整数，100两怎么样？这个呢？一共350两，还有吗？您老以为这是大白菜呢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，还有哭声。走，出去看看出啥事儿了。让让，快让让，我们掌柜来了。一个17、18岁的少年，双手使劲捂着脖子，满脸涨得通红，这是被卡着了。看着李大夫还慢悠悠的在诊脉，乔小四不免有些心急。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种事。赶快给我拿一个凳子来。杜仲也来不及问他要凳子干嘛，立马给他顺了一个过来。乔小四踩在凳子上，一手搂着少年，一手一下一下的在他后背上推，只用了10几下，少年嘴里就滚出来一颗圆溜溜的鸡蛋。爹娘，我没事了，你们不必担心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你可是受了大罪了，娘差点就跟你阴阳相隔，没了你，叫娘怎么活呀？夫人赶忙擦掉眼泪，对着乔小四行了一礼。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，不知姑娘是哪里人呢？姓甚名谁？我们一定会好好报答。不用，举手之劳而已，哪能算得上救命之恩？话是这么说，但他知道，如果没有他相救，这个少年肯定没命。掌柜的，你们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海母急救法？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是母法，小四，你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做？我把方法写下来，你们再画成图，贴到外面墙上，把这个办法推广出去，这样会避免很多抢救不及时的人。好，小四这个办法好。那劳烦您准备纸笔，我现在就写下来。他还有很多事情呢，得赶快处理好回去。你的嗓子受了损，尽量不要吃刺激的东西，多喝点温盐水，少熬夜，过2天就好了，不用抓药。乔小四写方子的时候，中年男子也进来了，站在一旁看他写。县太爷，您看如何？你是大夫，还是你看吧，我看不懂。此人正是四方镇的县太爷赵有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了？你的力气好像很大呀。
乔小四可没有那种做好事不留名的习惯，老老实实回答了他的问题，看向崔掌柜，想说我可以离开了吧。你想要多少银子？啥银子？你刚才救了我的儿子，我们还没有报答你。看你的穿着，家境并不好，所以我决定拿银子作为报答。你看你想要多少啊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要多少你都给？我的家也不是很富裕，你要的太多，我也没办法给。几百上千两还是能拿得出手的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都是举手之劳，没必要认真。放心，我以后也不会携人图报的。如果我一定要给呢？你要是嫌你家银子太多，实在要给，我也会收下的。他可太了解这些有钱人了，就害怕他以后遇到麻烦找上门去，所以想来个当场断亲。正在这时，刚才的妇人进来了，塞了一把纸张给乔小四，一大叠银票，吓得他赶忙又塞了回去。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救了我儿子的命，这些是给你的报酬。我知道这些有些少，但我身上只有这么多了。要不你告诉我地址，改天我给你送到家里去。不用的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如果你们懂得方法，自己就能做的，根本就轮不到我出手。我怎么能够要你们的东西呢？不行，你一定得拿着，要不然我心里不安。夫人，你放心，我这人做事还是比较有原则的，绝对不会做出挟恩图报的事情来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不会做出那种事情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必须得收下。没办法，拿出一张，将其余的塞给妇人。这100两已经很多了，我就托大收下了。其余的你还是拿回去吧，这件事情就两清了，以后也别再提，就当没有发生过。姑娘，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这件事情怎么能当没有发生过呢？姑娘年纪小，心眼儿倒不少。我刚才的话不是你想的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必须要报答，并不是你说的那样，给了银子就当没有发生过。难道真的是我理解错了？小四，这位是我们这里的县太爷，这位是他的夫人。刚才你救的公子是他们家的长子，你也许真的误会了，他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。既然是县太爷，那我更不能要银子了。说着就要将银子还回去，县太爷只是对乔小四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又来了一个搞不定的病人。小四，你赶紧出去看看吧，说不定你有办法。听到这话，崔掌柜一把拉住乔小四就往外走。阁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阁老是皇上的武术师傅，也是赫赫有名的阁老将军，退休在这里养老。我家老爷接到一封信，一着急就这样了。崔掌柜，快想想办法救救我家老爷吧。崔掌柜看向乔小四，快别转了，赶紧让他平躺着。李大夫，麻烦用一下你的银针。李大夫没有犹豫，赶紧将银针递给他。乔小四在他头顶两边的耳垂分别扎了一下，挤出2滴黑血，让杜仲给他拿了一杯温水，放了一些盐在里面，趁着没人的时候加了2滴灵泉水，亲自给他喂了下去。过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。别动，再躺会儿。小丫头，你会武功？懂得一点点。我刚才闻到你身上有血腥味儿。我今天早上给吉品轩送来了2头野猪。小丫头没骗我，就你这小身板，能猎到野猪，还2头。不是我一个人猎到的，我们有很多人，只不过来这里的只有我一个。果然如我猜想这般。等我好了，我去找你，咱们上山打野猪去。对了，你家住在哪儿啊？到时候我去你家做客。年老还真是不客气。敷衍的点点头，反正是随便说说，不必当真。他也没有说住哪里。你的武功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只是懂得一些而已。这样啊，要不你拜我为师，我收你为徒，教你武功怎么样？
我告诉你啊，我的武功还不弱，做你师傅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此话当真？我提醒你啊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可是当你说真的，这么多人都可以作证，不能反悔。不过还是得先问清楚，如果他没这个本事，还是不拜了。老人家，你有没有内力？小丫头不简单啊，居然还懂得内力。只要你练好了，内力什么的不在话下。这么说你是有了？好，我要学，我拜你为师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好好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干脆的人。乖徒儿，快快起来，为师得送你一个见面礼才是啊。说着便在身上摸索起来，摸了半天也没找出啥东西。哎呀，出来太急，身上没带东西，改天给你补上啊。好啊好啊，随便什么时候补上就行。那个师傅啊，我也没有拜过师，不知道是怎么个流程，我用不用给你礼物啊？哦，你居然要给为师礼物？是什么礼物？快拿出来看看。这是我自己配制的药水，吃了包治百病。就你这浑身的明伤暗伤，保证不出7天，肯定药到病除。小四，还有没有？给我也来一瓶，我拿东西给你换。不好意思啊，崔掌柜，我真的没有了，要不改天我再做点送给你。好好好，我也给你准备东西，到时候给你换。小四，你是叫小四吧？我也要一瓶，这些银子都给你。夫人，我们也算有缘分，到时候也给你一瓶，不要银子。那行，不要银子，我也给你准备礼物。你们别忘了啊，这是我徒弟。这时一个老婆子挤到跟前，神医，求求帮我的孙子看看吧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他什么时候成神医了？重点不是这个，他只会动手术，不会看病啊。一个年轻的妇人快速地抱着一个小男孩跑到跟前，一点也不给他拒绝的机会。奶奶，你快起来，你这样我会折寿的。小姑娘，求求你帮我孙子看看吧，他这病可折磨人了。说着挽起小男孩的裤腿给他看，只见小男孩腿上有2个很大的脓疮。这个病我看过，当时明明已经治好了，没多久又长出来了，治不断根，还会复发。为什么会不断根？你是怎么治的？我给他开了些外敷内服的药，起初效果还不错，过后又变成这样了。这样啊，这个病我能治。来，把孩子抱进去，我给他动个小手术。其他看热闹的立马就出来好几个，争先恐后的想要乔小四帮他们看病。我真的不会看病，你们别为难我了。怎么，是不是觉得我们没钱就不给我们看呢？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你诊费，不会少了你的银子。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我是真的不会看病。那你怎么给那孩子看病？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？刚才你可是救了2个李大夫都治不好的病人，怎么这会儿又治不了了？分明就是不想帮我们看。不是说医者仁心，怎么能拒绝呢？乔小四跟他们也说不清，又让年轻妇人把孩子抱出来。我看病的办法有点特别，你们要是接受得了，我就给你们看；接受不了，那我就没办法。要知道，看病也是要分专业的，不是什么都在行。我最擅长的是动手术，治疗外伤。就像这小孩这样，就是我擅长的。扭头问崔掌柜：“崔掌柜，有没有麻醉剂？”啥叫麻醉剂？麻沸散、麻药有没有？没听说过。想了想，趁着小孩挽裤脚的时候，快速的给他注射了一点空间里的麻药。小孩只觉得自己的腿刺痛了一下，随即就没了感觉。有什么感觉？痛不痛？小孩又摇头。乔小四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巧的手术刀。我要把你这个脓疮割开，怕不怕？怕的话就闭上眼睛，不要看。放心，不会痛的。我不怕，你割吧。一边挤压里面的脓水，一边对旁边的李大夫说道：“麻烦帮我倒一碗温盐水。”我去。
乔小四把脓水挤干净后，又挤出来一些恶血，这才放手。怕不怕？姐姐，你真好。小四，他这伤口就这样，不包扎吗？当然要包扎，用一些消炎解毒的草药就行。哦，你看这几样能用不？乔小四挑选了几样，用布条松松垮垮地绑了一层。这样就好了？是不是太简单了？要不要再多缠几圈？不行，这大热天的，不能缠太紧，也不能缠太厚，要不然不透气，不利于伤口恢复。万一草药掉了怎么办？没事儿，只要今天不掉就行，明天也不用敷，等它晾着，记得用淡盐水沾着给它洗洗，尽量把周围也洗洗，别太用力。这就好了？好啦，孩子这条腿今天可能没有知觉，那是药性还没过，不必惊慌，明天早上起来就随便走路啦。老婆子和她儿媳妇也有些傻眼。怎么，这会儿怕了？刚才让我医病的时候可不这样。放心吧，明天要是还不能站起来走路，你就到崔掌柜这里来找我，或者去极品轩找李掌柜，他知道我住在哪儿。那些还争着抢着想让乔小四看病的，这会儿也不开枪了，只想等明天看看这孩子怎么样再做决定。小大夫，这是给你的诊费。你先别着急给，等你孙子好了你再给也不迟，要是不好就不用给了。你就听他的吧，明天把你孙子带来再看结果。等看病的人都离开后，崔掌柜像看宝贝似的看着乔小四。崔掌柜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今天的事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？不会，不但不会带来麻烦，反而还会带来好处。小四啊小四，我是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本事这么大，不知师从何人呢？这个我还真不能告诉你，我发过誓不能告诉别人的，而且他本人也不在了，我得遵守承诺。小四，你说的麻药是什么药？可否告知一二？你们这里给人治伤不用麻药的吗？我们没有麻药，也没有听说过，包括麻肤散也没听过。那你们处理伤口怎么办？直接用药物？崔掌柜有些不解地问他是啥意思。你们不会就让他们忍着，然后那样吧？小四，咱们这里的确没有叫麻药或者麻肤散之类的东西。你说的这个药有什么效果呀？乔小四把麻药的作用说了一下。你能不能制作出来？当然能啦，这个药材很好找的，就是这个还有这个，多种药材制作而成。崔掌柜，你们这里有没有迷药，要强效的那种？你要来干什么？嘿嘿，当然是防身呐。你想想，在山上要是遇到了凶猛的野兽，我又打不过它，撒一把迷药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不理会惊讶不已的崔掌柜，乔小四又自顾自地说：应该有效吧，牛都能迷倒，还不能迷倒其他的动物？只要把它们迷倒，还不是任我为所欲为？崔掌柜能不能给一点，以备不时之需？你都会制作麻药，难道不会配制迷药？会啊，但我没药材，去山上找也找不齐全，麻烦。这就是你要的迷药，全都在这儿了。不是吧，崔掌柜你这么豪横，我要怎么感谢你呢？嘿，别说感谢的话，刚才你不是给了我一个药方子吗？用这个来抵，你要是觉得实在过意不去，等猎到野味儿也给我拿来点儿。你以后需要的迷药都到我这里来取，免费的。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呢啊！我肚子已经叫了好几遍了，今天是我收徒的日子，走，我请你们吃一顿，以示庆祝。对了，小四，那个麻药方子也给我一份啊。给，当然给，师傅你老人家要的东西还能不给吗？话说师傅，你请客在哪里吃啊？要不我们去极品轩吧，正好我还要去那里拿东西。你这个小猴子比我还不客气啊！不过这性子我喜欢。走，小崔、小张，你们也跟着一起。李大福正当他笑眯了眼的时候，就听到乔小四的声音，赶忙抬起头，
看见进了几个人，顿时一惊，把他们引到楼上的包间里。小四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李掌柜，看到那个胖老头了吗？他是我新任的师傅，特意来你这里庆祝一番。李掌柜有些傻眼，这丫头怎么出去才半天时间，就认了一个师傅回来？哎呀，极品轩的掌柜不行啊，居然傻乎乎的，还不赶快去把你们店好酒好菜拿来招待。李掌柜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点头，亲自去后厨安排。等到吃饱喝足，乔小四推着架子车出来跟众人道别的时候，胖老头不淡定了。小徒儿，你拿这些烂东西干啥呀？师傅这里有银子，给你买新的。不，师傅，您老人家误会了，这些东西并不是我要的。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亲戚，他们刚分家出来，不，应该说是净身出户，家里啥东西也没有，我拿回去给他们用。葛小八递过来几张银票。小姐，我身上就带了这么多，你先收着吧。不用，我有银子。哦，对了，你以后别叫我小姐，叫我小四吧。我在家里排行老四，所以大家叫我乔小四。哦，那你真名叫什么？我叫乔东，我姐叫乔夏，咱们是以季节来命名的。乔东，不错，这个名字很好听。告别几人，乔小四一路都推着板车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嘿嘿参北斗啊，生死只交一杯酒啊。快到村子的时候，看见前面有一个身影，有点像村长。村长爷爷，村长爷爷。小四，你哪里弄来的这么多的锅碗瓢盆？看着好像是用过的。对呀，是用过的，这是极品轩的大厨淘汰的，被我捡了个漏。村长爷爷有没有看得上的？拿几个回去用吧。不用了，你自己带回去用吧，我们家不缺这些。行，我带回去分给洋洋他们，他们家可是啥都没有。对了，他们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去看过？我可提醒你，别靠他们太近，要真的是天荒，免得被传染了。嗨，村长爷爷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们那病不会传染，我跟他们都接触过好几次了，一点事儿也没有。小声点儿，你是想让整个村子的人都听到吗？哦，对，小声点。村长爷爷，我怎么有种做贼的感觉？小丫头片子，一点正形也没有。村长爷爷，就是我们住的那片山坡，卖不卖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难道你想买？对，村长爷爷，我打算把那一片都买下来，需要多少银子？你帮我算算。村长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下乔小四，没有说话。村长爷爷，我有银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在镇上救了县太爷家的公子，他们给了我100两作为酬谢，我就想问问那沙卖不卖？要是卖的话，我就买下来。小四啊，有银子是好事，得悄咪咪的，不能谁都告诉，要知道财不露白的道理。我知道啊，我只对村长爷爷你说，其余的我都没说。你买山做什么？又不能种庄稼，开荒还比较麻烦。你有银子，还不如买几亩地，到时候家里就不缺粮食吃了。村长爷爷，要不我回去跟我娘他们商量商量，不知道这土地多少钱1亩啊？上好的10两，中等的8两，次等的5两。乔小四跟村长分开后，发现乔小春站在路旁正等着他。小四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东西？是谁给你的？是极品轩的掌柜淘汰的，被我捡了回来送给洋洋他们。他们家啥都没有，这些正好方便他们用。小四，你今天又去极品轩了，有没有拿剩菜回来？去了，李掌柜没有给我剩菜。那你有没有问问他们，还需不需要请杂工？你看我去成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小春，我问过了，他们不用，说是人手已经够了。你不会是忽悠我的吧？我们是好朋友，你帮我问问怎么了？
难道这点忙你也不愿意？我是真问过，信不信由你。说完便推着架子车径直离去，没有再理会后面的乔小春。乔小四回到家时，姜氏他们都在这边。小四，哪里来的这么多锅碗瓢盆啊？你打劫了谁家？啊，不会是老太婆他们给打劫了吧？你觉得老乔家用得起这样的锅碗瓢盆？是不是太高看他们了？也对，他们哪用得起这么好的东西？你这哪里来的？真好看，就是旧的也好看。小四，你有没有吃饭呢？要不我去给你做点儿。不用，我已经吃过了。你们还没吃吗？啊，吃了。夏夏说我们家东西不齐全，让来你们这里吃。桌子板凳做的怎么样了？还没做好，我们先做的床。江姨，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家的，一会儿都搬过去吧。不行，怎么能给我们这么多东西？还是你们留着用吧啊！这些本就是给你们拿回来的。看看这大铁锅，这里原本有一个洞，李掌柜帮忙拿去铁匠铺补好了，随便用，不漏水的。姜氏听说专门给他们拿回来的，没忍住哭了。江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不是嫌弃这东西是旧的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你们刚出来，家里比较困难，再加上乔老太肯定会上门来闹事，要是看到有好东西，他铁定要抢。这些旧的，他要抢就抢呗，反正又没花银子。你要是看不上就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不是的，小四你误会了，我很高兴，也很感激你们这样帮我们，你们真的是我们一家子的救命恩人，不知道要怎么报答。这些一会儿你们搬回去。来，我给你们讲一个好事情。小四姐，什么好事情啊？你快跟我说说，是不是捡到银子啦？我这比见银子还高兴呢。我今天在镇上救了一个人，他们给了我100两作为酬谢。那这是银票。小四姐，我还没见过银票是什么样子的，你可不可以给我看看啊？让我也见识见识。可以啊。说着就把银票递给他。原来银票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。咦，这几个字是不是写的100两？我怎么发觉这跟普通的图纸没啥区别？会不会泡水就烂了？啊，那要是烂了，这银子不就泡汤了？话说这张纸能买到东西吗？他们都不识字，不行，必须得让他们学起来，要不然以后被人骗了怎么办？再不济也得把银票认全呀。大家说闹了一会儿，乔夏他们依旧去帮姜氏他们制作桌椅板凳。乔小四掩上门去姜氏他们那里，刚出去就碰到孙大夫。孙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四，我查出来了，姜氏他们得的不是天花，应该是吃错了什么东西。孙爷爷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瞒你，这些天我们也有去他们家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也没有被传染，便猜测到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姜氏他们看到孙大夫有些惊讶，随后又有些感激，看了看乔小四，见他点头，这才老老实实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孙大夫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还很替他们高兴，说他们终于脱离了苦海，现在的日子虽然要苦一些，以后会好的。小四姐，我现在可以跟你上山挖草药了吗？放心，我早就给你们想好了挣钱的路子。可我还是想上山挖草药，要是挖到一颗人参，那岂不就赚大发了？你做啥美梦呢？还挖人参？人参这种玩意儿都是长在深山老林里面的，哪是能轻易挖到？小四，你说说看，到底是什么路子？咱们做不做得了啊？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些天我也观察过，咱们这里虽然有卖豆腐的，但是却没有卖豆腐乳和豆腐干的。做这个比较简单，就是磨豆腐的时候有点累，所以我又给你们想了另外一个办法。咱们这里不是有很多种花生的吗？我教你们做一种新鲜的吃食，到时候拿出去卖，虽然挣不了太多的银子，吃个饱饭也是不成问题的。姜氏他们听到这话都高兴不已。咱们两家一起做，对外就说你们是我家请来的帮工，
方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不但你们不知道，包括我娘和姐他们都不知道。不管对谁都这么说，应该就没人敢打主意了。镇上有好几家卖豆腐的，会有人买吗？还有花生，家家户户都有，也很普遍，谁会买啊？所以我们就要做得与众不同啊！大家都很迷茫，觉得怎么想怎么不靠谱。你们先别说话，我找找，看能不能找到这些东西。说完便闭着眼睛，像是睡着了似的。不多时，乔小四手里就多了一块裹满辣椒面的红豆腐。你们先尝尝味道如何？说完又闭上了眼睛。乔春秋可没管那么多啊，伸手捏了一半塞到嘴里。秋哥哥，好吃吗？是什么味道？好吃啊，又咸又麻又辣，还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，我很喜欢，感觉到能吃很多饭。听闻此言，乔洋洋赶紧挖了一块品尝。好吃。当乔小四又拿出2种花生来时，姜氏他们再也不犹豫了。怎么样？这2种花生的味道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小四，这真的是花生做出来的吗？你刚才没吃到花生吗？我吃到了，很香很香。那咱们就先做这2样卖，到时候能忙过来，咱们再多做几种口味。这花生叫啥呀？总不能就叫花生吧？那个麻辣的就叫怪味花生，白色有甜味的就叫糖霜花生。你们看怎么样？好啊好啊，当然好啊。这花生不但好吃，名字也好听。小四，还有没有刚才的红豆腐？再给点呗，我们都还没尝到味道就没了。好啊，今天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，咱们好好尝尝这红豆腐的美味。对了，你们拿回来的坛子肉吃完了吗？还没吃过呢，我娘舍不得吃。现在是热天，东西不赖放，你们还是尽早吃了吧，别到时放坏了更可惜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得先藏好了。现在你们病好了的事情，孙大夫肯定已经说出去了，搞不好明天乔老太他们就要上门，要是被他看到，铁定会抢走。那要怎么办呢？要不小四，抱到你们家去吧。那也不行啊，咱们家他肯定也要去光顾的。照我说，东西还是要吃到肚子里才保险。你看你们现在身体这么差，以后怎么有力气去挣银子啊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所以还是要好好保养。咱们挖个洞，把坛子埋在地下，这样他就不知道了。刘氏被饿怕了，听闻此言，一句话不说就往家跑。我娘肯定是回去挖洞埋坛子肉了，说着也跟着跑了。一会儿你们过来吃饭，咱们吃红豆腐。姜氏他们点头，都很期待这个他们没有尝到的红豆腐。我得意的笑，又得意的笑，笑看红尘人不老。姐妹俩高高兴兴地回到山脚下。姜氏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可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就你们老乔家这样的好，我消受不起。你还是哪里来的哪里去吧，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。一会儿小四他们回来，可不会这么好说话。他们回来又怎么样？我又没欺负他娘和哥哥，我是来找你的。乔老二虽然很害怕乔小四，但还是大声地反驳。找我？哼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以后也不要来，免得被人家说闲话。姜氏，你是不是打定主意不跟我回去？想想3个女儿，她们以后可还要嫁人的。女儿？你眼里还有女儿？大丫二丫都被你们给卖了，现在又打上我3丫的主意。你是他们的亲爹，跟他们合伙卖自己的女儿，你还是人吗？就是畜生也干不出你这种事情来。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人父，只配打一辈子的光棍。行行行，我好心好意叫你回去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居然还这么说我。以后遇到啥事儿别来找我。你放心，我找谁都不会找到你，即便是找到你，你也没本事帮我摆平。乔老二还想说什么，发现身后不对，扭头一看，居然看到了回来的乔小四和乔夏。
乔老二顿时有些慌了，红着脸赶紧离开，生怕被乔小四拦住。夏夏姐，小四姐，我娘今天可厉害了，一点也没给我爹好脸色。你们已经断绝关系，他不是你们爹了。对，你如果再叫他爹，说不定他哪天又把你们给卖了。瞧我这张臭嘴，咋这么不长记性呢？他现在是乔老二，不是我爹，我们已经没有爹了。你们都听到了，是不是我做的太绝情了？不，江姨，你做的很对，也很解气，以后就这么做，气死他丫的，让他没事找事儿。对，气死他丫的。瞧你这得意样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肯定要骂你不孝。他又不是我爹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干嘛还要孝顺他？以后我就叫他乔二叔，不知道他听到这个称呼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肯定会七窍生烟。小四，怎么样？村长可有答应？咱们都已经买好了，这下面的15亩沙地全都是我们的了，还有那边山脚下5亩水田也是我们的。我们现在也有土地的啦，再也不怕饿肚子了。小四，你怎么选下面的沙地呀？这里面可种不出庄稼，你看现在都还空着呢。还有那水田也没人种，山上经常有动物下来糟蹋粮食，根本就没有收成。香姨放心，这都不是事儿。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本事吗？那你打算用这沙地种什么呀？我想把它种成土豆，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土豆，而且这土豆的产量很高，咱们有了它就不怕饿肚子啦，还可以跟别人换成粮食，这可比种其他东西划算多了。我想想，咱们现在种一波，2、3个月后就能收获一茬，收了又接着种，明年2月份又能收一茬，哇，好多啊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不行，这沙地本就贫瘠又干燥，要是种成土豆，岂不是连种都收不回来？江姨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，我告诉你，这土豆最喜欢的就是沙地，别怕它贫瘠，咱反正没事儿，去山上多捡些树叶烧成灰，撒在地里，既能肥土也能杀菌，再不济咱们也可以到山上去收集腐叶，这可是正宗的肥料。姜氏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看了看柳氏，要是咱家养了很多鸡鸭鹅、大肥猪，就有很多很多的肥料了。娘，你想不想养鸡鸭鹅？想，当然想了，养大了就有很多很多的肉吃。还有蛋，我最喜欢吃煎蛋了。小意思，赶紧做饭吃，吃完咱们到山上找野葱，晚上就做野葱煎蛋，保证让你们香的舌头都吞到肚子里去。还有我也要吃。当然少不了你。下午大家都到山上去找野葱，找了很多。晚上他们终于实现了吃煎蛋自由。趁着大家都睡着的时候，乔小四终于有时间进空间了。你要不要这么无聊？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快吓人的。楚大哥。啥？叫楚大哥。哦，楚大哥，你这副样子是想搞哪样？瞧这委屈的小眼神，难道是你女朋友有了新欢，把你给甩了？楚大哥，你这副样子是想搞哪样？瞧这委屈的小眼神，难道是你女朋友有了新欢，把你给甩了？停，我哪来的女朋友？以后不许这么说。那你干嘛这副模样？那么多野猪不是都给你了吗？怎么，难道还不够？不够也没办法了，人家野猪的老巢都被我们端了，剩下的一些也得给人家繁衍后代不是？可不能给整绝种了，要是绝种了，咱们以后还打啥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呀？忘了啥？哦，对了，野猪你吃了吧？银子呢？银子有没有带来？不可能这么一点你还要赊账吧？都在这里了，一共600两。我知道你喜欢真金白银，所以没给银票。楚大哥，还是你了解我，咱们可真是心灵相通啊！有好处就是楚大哥，没有好处就是楚伯康。乔小四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没理会。说说吧，你又是怎么啦？你不是说要给我房子吗？
我都在这里面等你3天了。车大哥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我这几天有点忙，给忘了，我这就给你补上。说着，快速地拿出一个本子和一支中性笔，开始写起来。看着他那缺胳膊少腿的字，楚伯康简直是没脸看。你念，我来写。啥意思啊？这是看不上我写的字？你瞧瞧，我写的字可不差，在咱们那旮瘩也是中等偏上。很不情愿地把笔给了楚伯康。乔小四很大方的，不但说了2种制作肉干的办法，也说了坛子肉的做法，还说了制冰的做法，也把制作麻药的办法告诉了他。那小四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先回去了。楚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既然答应给你，那就不可能要回来。只要你记得这些方法是我给你的，有什么好处不忘了我就行。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忘记你的，不但不会忘记你，还会给你很多好处。对了，你那土豆能不能给我些？这个可不能给你。为什么？我看你还有好几10袋的土豆，分我一点吧。那可不行，我刚买了15亩地，全都要用来种土豆，给了你，我拿什么来种啊？你不是还有好几10袋吗？分点给我呗。那些看起来多，说不定还不够呢。那等你这一波土豆收获了，给我一些种吧，我也想种土豆。你们那里不是打仗吗？还有土地给你们种？当然有了，咱们搞后勤的人也开了很多荒地出来，不但要种菜，也会种一些粮食。这样啊，不知道你们那里是怎么样的，要是可以，真想去看看。还是算了，听说古代的军营里是不能有女人的，是不是真的？里面还是有女人的，那些都是送来的女妓，由士兵发泄用的。楚大哥，野猪肉好吃吗？好吃。都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那你还想不想要？啥意思啊？你还想去野猪窝？你刚才不是说要留着繁衍后代的吗？是啊，不过咱们这里还有另一座大山，这山上的动物可多了，就连老虎和熊瞎子这些也有。有没有兴趣跟我去逛一转？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你可不许去哦！要是去了，说不定连命也得丢掉。想到那颗被他送给于子涛的灵芝，还有些后悔。下次碰到于子涛，让他还给他，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翌日，乔小四被响动吵醒，突然他想到了，古代没有翻土的机器，可是有牛啊！不行，他得去镇上买头牛回来。这丫头不知道去镇上干什么了，也不说明白，真是让人不省心。夏夏，你说小四去镇上了，他不是说今天种土豆的吗？他跑了，咱们去哪里找土豆种啊？对呀，我咋忘了问他呢？算了，咱们别管他，等他回来再说吧，早一天迟一天也不影响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昨天就跟你江姨他们说了，让他们今天都来帮忙的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多煮点饭呢？把他们的也给煮上，人家来帮我们干活，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吧？煮着呢，我煮了他们的饭。娘，你别操心这个，咱们早点吃完饭，还得去把土给整理一下。到了镇子上，这才想起他不会看牛啊，万一买到不能耕地的老牛可怎么办？小姑娘，你跟着我们干什么？是不是也来买牛的？乔小四眨巴了一下那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，点头。你一个小丫头能看懂牛的好坏吗？你家大人呢？怎么没让他们来啊？他们在家里呢，并不知道我要来买牛，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，可我看不懂，不知道牛的好坏，不敢随意买，便想着跟在你们后面学学经验。不知你买牛做什么？买牛当然是耕地，还能干什么？牛的好处可多了，它不但可以耕地，还可以拉人，也可以帮忙运输货物。伯伯，你能不能帮我选一头牛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信得过我，帮你选一头也无妨。信得过，信得过。来，小姑娘，跟我说说，你想买多大年龄的牛啊？伯伯，我想买一头回去就能耕地的那种，但也不要太老了，要不然跟上2年它就耕不动，
那岂不是太亏了？是这个理。你是要公牛还是要母牛啊？那伯伯觉得买公牛好还是买母牛好？公牛力气比较大，但是脾气也比较大。母牛要温顺一些，但相对力气就要小些。但是它可以生小牛仔。那我买一头母牛吧，我家没有多少地，就想让它帮着拉拉东西。中年男子得到答案，便认真地帮他挑选起来。你看这牛的牙齿洁白整齐，一看年龄就不大。再看看它的眼睛，清亮有神，这也证明它是强壮的，不是病牛。还有你看它的脚底，磨损并不厉害，干活不多，而且这腿型也是相当健壮有力。我个人认为这头牛不错，你看行不行啊？行，就要这头。一口价12两。乔小四当然知道是价格的问题，也没说啥，跟在他后面。牛贩子见他们要走，连忙说道：等等，我的价格确实有些高，可是牛啊是真的好，刚才你们也看出来了不是？见中年男子没搭腔，这价格嘛好商量，这样10两如何？这个是最低价了，再少啊那就没得谈了。中年男子摇摇头，只顾往前走。哎呦，等，9两，不能再少了，再少我就没有赚头了。8两，到处都是这个价，多1文我也不要。行，8两就8两，你们以后要是再需要用到牛，可得来照顾我呀，我给你们算便宜些。说着就要去牵牛。慢着，8两的价格包括牛车一起。行，牛车可是要好的，不能要那种质量差的，要是出了事儿，你可担当不了这个责任。你放心吧，我们做生意的还希望有回头客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？牛大叔，你这里可有耕地的犁和耙？牛贩子嘴角抽了抽，很想说我是卖牛的，但我不姓牛。有，当然有。你们瞧，这边就是，想要什么自己选吧。乔小四认认真真的选择犁和耙。牛大叔，你这些要怎么卖？我打算要买一个犁和耙。看在你们在我这里买牛的份上，给你便宜些，2样加起来1两5000银子。牛大叔，我都跟你买了牛，就不能再便宜点吗？那行吧，1两2000，这可再也不能少了，要不然我这生意真的没法做。牛大叔，能不能再便宜点儿？我这里总共只有这么多。说着，双手把银子捧到了牛贩子跟前。不行，太少了。可是我买牛回去是耕地用的，没有犁和耙，那我还买牛干啥？既然要买回去耕地，那你就得多加银子呀，没有银子是买不走这些东西的。可我全部的银子都在这里，没有了，我又很想买这些。行，我今天就做回好人，就这些银子卖给你们了。说着将银子拿在手里。我今天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呢，肚子好饿。认命的拿出5个铜板放到他手里。小机灵鬼，给你买馒头吃，总行了吧？谢谢牛大叔，你真是好人，好人有好报，希望你以后卖更多的牛，赚更多的银子。哎呦，小丫头，瞧瞧你这小嘴儿，还真讨人喜欢。乔小四在镇上没敢坐到车上，而是牵着牛往前走。刚开始大黄牛一点不听话，老是想乱跑，要不是乔小四力气大，还真的拉不住他。慢慢的有了些经验，大黄牛才老实起来。突然他的手被人给抓住了。杜仲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拉着我干嘛？小四，我可是看到你了，哪来的牛啊？我刚买的，怎么样，壮不壮实，好不好看？哎，好看。我说小四，你这几天怎么没来药铺啊？我好好的，干嘛来药铺？我家里还有很多事要忙呢。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在家里忙什么呀？咱药铺可都翻天了，等着你救急呢。啥？翻啥天？跟我有关？你忘了你给人治病的事情了？
那小男孩怎么样了？他们第2天有没有来？来了，当然来了，而且是蹦蹦跳跳跑来的，后面可是围着一大堆人观看呢。你不知道，他爷爷奶奶、爹娘都跟着一起来了，说要好好的谢谢你。结果等到下午都不见你的人影，那些来看病的可是闹腾的厉害。我不是说过我不会看病吗？他们来找我也没用啊。这话你还是去对他们说吧。走，快跟我一起去药铺。2人到了药铺，果然围着很多人。小四，你这丫头终于来了，赶快来帮帮忙，我都快被吵死了。崔掌柜，不是我不帮忙，是我真的不会看病。你也知道，我除了动刀子，其余的都不会。这人好好的，怎么可能让我在他们身上割一刀？好多人都受不了的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？崔掌柜，这样吧，你告诉他们，如果谁愿意被动刀子，就来找我；不愿意的，就去找其他人。我只会这一行。